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今天我們要來拆解一個非常複雜而且橫跨千年的議題——反猶主義。這聽起來可能有點硬，但它真的不是一個已經消逝的歷史問題。事實上，它在今天的全球論述中，依然是一個隨時會引爆的衝突點。一個看似古老的偏見，為什麼到現在還能撕裂社會？今天我們就來一起深入挖掘它背後隱藏的文化代碼。所以這就帶出了我們這一次要探討的核心問題：一個這麼古老的偏見，為什麼到了今天還能引發這麼大的全球性爭議？我們不能把它當成一個單純的問題來看，它其實更像一個複雜的症狀，需要我們去仔細診斷，才能找出真正的病因。接下來，我們進入第一個關鍵點：常見的錯誤診斷。要真正理解這個問題，我們得先打破一些流傳很廣，但其實非常有問題的迷思。最常見的一種框架，就是把反猶主義定義為最長久的仇恨，或是一種永恆的問題。你可能也聽過這種說法，它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對吧？但它卻是一個很有問題的起點。為什麼說它有問題呢？哲學家漢娜·鄂蘭就曾提出一個非常深刻的警告。他說，這種說法為所有恐怖行為提供了最好的不在場證明。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你想想看，如果你把反猶主義看作是永恆的，那就等於是默認了它的存在，讓暴力聽起來像是某種無法避免的宿命。這樣一來，反而給了加害者一個完美的脫罪借口。他可以說：“這不是我的錯，這問題一直都存在啊。”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在學術界和公眾討論中，我們研究反猶主義和研究其他種族主義的方式，其實存在着一個巨大的差異。在研究反猶主義時，我們的焦點往往會集中在加害者的意識形態，或是去爭論各種定義，而且常常把它當成一個過去的歷史事件來看待。但反過來，當我們研究種族主義時，焦點通常會放在受害者身上，去分析它對人們生活的實際衝擊，並且理解它是一個持續到今天的遺產。這種研究視角的差異，就導致我們在討論反猶主義的時候，常常把它變成一場很抽象的定義之爭，卻忽略了它對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所造成的真實傷害。好，接下來我們進入第二部分：隱藏的藍圖。在這裡，我會用一個文化原始碼的比喻，來解釋那些古老的神學思想是如何在不知不覺中持續影響着我們現代，甚至是已經非常世俗化的思維模式。第一個核心的文化基因，或者說是一種刻板印象，就是猶太人作為殺手。這個印象的源頭來自於指控他們殺害了耶穌。這個指控後來不斷演變，被擴大成猶太人是整個基督教的敵人，甚至演變成他們是會殺害孩童的兇手。第二個刻板印象是關於猶太權利。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一下。這裡講的權利，它的重點並不是猶太人實際擁有的權利到底有多大，而是一種深層的焦慮感，一種對於猶太人居然可以擁有凌駕於基督徒之上的權威這件事的焦慮。這種認為猶太人的權利不合法的邏輯，其實是經過一個很長的歷史演變過程。我們可以把它拆解成4個步驟來看。第一步是神學上的階級設定。早期神學家奧古斯丁就宣稱，年長的民族，也就是猶太人，必須服侍年輕的基督徒。第二步，這種階級觀念被寫入了法例。當時的羅馬帝國直接立法，禁止猶太人擔任公職或擁有管轄基督徒的權利。第三步，時間快轉到現代，猶太人獲得了公民身份和平等權利，這就徹底打破了過去長達1000年的階級秩序。於是就來到了第4步，怨恨與反撲。這種新獲得的平等，在某些人眼中被重新詮釋為一種不合法的權利，一種外來者的統治。這也徹底點燃了現代反猶主義的火苗。第三個刻板印象是猶太人的流放。這個觀念認為，猶太人注定要成為一群沒有土地、四處流浪的民族。這是一種神聖的懲罰，因為他們拒絕了耶穌。
而這個懲罰據說只有在他們改信基督教之後才有可能結束。了解了這3個隱藏的文化藍圖之後，接下來我們進入第3部分，我們來看看這套藍圖如何在當代的政治中被啟動，讓反猶主義變成現代權力鬥爭中的一個工具。事實上，這種操作在歷史上早有先例。過去在歐洲，所謂的保護猶太人，常常只是國王、教宗和地方領主之間用來主張自己政治權力的一種手段。猶太社群其實經常淪為更大規模政治衝突中的棋子。我們用一個中立分析的角度來比較一下近期美國2屆政府的應對策略，你就能感覺到其中的差異。首先，拜登政府的策略重點是將反猶毒主義視為對民主的威脅，並且強調要跨社群團結來應對。他們使用的語言比較隱晦，試圖建立一個更廣泛的聯盟。而川普政府的策略就非常不同了，他們聚焦在法律與秩序，提供非常明確的保護承諾。他們的語言非常直接，會點名聖戰恐怖分子和左翼激進分子，目標受眾非常清晰。而且這種支持常常帶有強烈的條件交換意味，潛台詞就是我保護你，但你要用你的選票來回報我。這就讓保護變成了一場政治交易。那這種政治化的操作會帶來什麼後果呢？其實有好幾個非常負面的影響。第一，它會讓反猶同主義這個嚴肅的議題被矮化、被瑣碎化。第二，它反而可能增加對猶太人的敵意，因為他們被特別挑出來保護。第三，它也凸顯了這種支持是有條件的，不是無私的。最後，甚至可能會讓猶太人反過來替這些政治人物的行為背黑鍋。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我們知道了殺手、權力、流放這3個深層的文化代碼，也看到了他們如何在現代政治中被當作籌碼。接下來第4部分，我們就要把這些歷史脈絡直接對接到一個當代最棘手的問題上：為什麼以色列這個國家會引發如此獨特而且劇烈的全球爭議？以色列作家大衛·格羅斯曼曾經提出一個直指核心的問題：為什麼在這個星球上195個國家中，唯獨以色列的存在是有條件的？這句話真的完美地框定了我們要解開的謎題：為什麼單單是這個國家的存在與否，會受到全球如此高強度的辯論？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看到一條長達數百年的神學辯論時間線。早在西元200年左右，教父特土良就將猶太人的離散描述為一種懲罰。到了西元400年，奧古斯丁再次強化了猶太人注定要流浪的觀念。1543年，馬丁·路德更寫道，猶太人將永遠處於流放狀態，直到他們接受耶穌。甚至到了1844年，這是在現代以色列建國的100多年前哦。一位基督教作家約翰·德賓還在從神學角度辯論猶太人回歸巴勒斯坦的條件，並且直接將其與他們是否改信基督教掛鈎。這就清楚地揭示了一個關鍵點：早在現代政治實體出現之前，猶太人在那片土地上建立政治主權的合法性，就已經在基督教神學的框架下被反覆辯論了幾百年了。好，診斷了這麼多問題，那到底有沒有更好的思考方式呢？接下來我們進入最後一部分，來談談一個可能更具建設性的新思維框架。所以，除了無止境地去爭論定義之外，我們到底還能做些什麼？我想這是一個從診斷轉向解決方案的關鍵提問。這裡提出的核心轉變，就是我們應該把焦點從加害者的意識形態辯論，轉移到這些思想和行為對人們生活的實際衝擊上面。與其在定義上爭論不休，不如我們去真正傾聽，當這些言論和行為發生的時候，對一個個具體的人到底造成了什麼樣的恐懼與傷害。
所以最關鍵的轉變可能就在於，我們的起點應該是看見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個被標籤化的抽象的群體。當我們能真正關心每個人的處境和感受時，或許才能找到一條超越仇恨、走向真正理解的道路。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拆解了最長久的仇恨這個迷思，並且揭示了殺手、權力與流放這三個隱藏在文化深層的代碼。最重要的 takeaway 是，我們或許應該把焦點從意識形態的辯論轉移到它對個人造成的真實影響上。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一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